嗨，各位，我是 Winter，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我今天想來跟你們分享，就是我內心如此強大的方式。我聲音還有點啞，但為什麼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講這個呢？就是我今年26歲，然後 Instagram 出來的時候呢，是在我高一的時候，就是在我16歲的時候，所以說到現在其實已經10年了。然後我在剛開始辦 Instagram 的時候，就是 public 的狀態，就是我的賬號沒有長時間的在 private 過，所以說，我讓 stranger， 我讓陌生人、讓粉絲、讓讀者、讓訂閱的人參與我的生活這件事情已經10年了。你會覺得哦，太不可思議了吧？就是我們現在覺得，比如說1年後、2年後、3年後、5年後都好久，可是現在想一想，哇，我上北一女這件事情是10年了，我的 Instagram 賬號辦是快要10年以前了，然後這件事情我已經做10年了，我都覺得非常的不可思議。這一路上經歷了非常多的事情，是大家很難想象。我今天可以來跟大家分享，可是我並不是一個就是粉絲數很多人的，或者是訂閱很多的人，因為我覺得那不是我追求的點。因為我是一個非常容易 panic 的人，就是我到現在還是，比如說我今天錄完影，或者是錄完 reels， 我都要休息個2個禮拜，我才可以重新看鏡頭的人。就我其實是一個非常不喜歡被 expose 的人。但我上次有講，就是我重新開始錄 YouTube， 是因為我覺得我還是擅長這件事情，然後也是想要把我自己所學習的跟大家分享。只是對我來說，我就需要非常非常多的康復期，所以我是一個真的是沒有辦法去參加那種4個人以上的活動的人。對，我到現在還是非常的社恐，但我還是做這件事情10年了，而且這中間遇到的事情是大家沒有辦法想象的，所以我今天想來跟大家分享5個方法，為什麼可以內心如此的強大。就是其實說真的，你現在再惡毒的評論，或者是再酸的酸民，或者是再無理取鬧的觀眾們，然後很多人就很無聊，其實都不太會影響我一絲一毫。就是你講再多什麼東西，你在恐嚇我什麼，我還是會收到很多恐嚇的訊息，或者是說你在跟我講什麼很難聽的話，其實我看到都一點感覺都沒有。然後現在我人生不管經過什麼事情，對我的確還是會有一點不舒服，對我的確還是會有一點痛苦，但是我還是可以繼續向前。雖然說我不太用粉絲數來定義我自己的成就，但是其實你看這10年，從北一女到成大，確實是考的，大家以北一女的標準來說，大家可能會覺得不太好。但是我覺得在成大我得到了更多的東西，我其實在成大一定是成長的，拿了雙學位之後，又參與了設計的學程之後，拿了很多的商業競賽之後，做了實習之後，開了自己的公司，開了自己的 YouTube， 出版了書，然後靠着自己的能力存了錢，來到常春藤讀書。所以我覺得其實一路上我自己都是一直在成長，就算我每一天都會遭到酸民的攻擊，這件事情很可怕。就是你閉着眼睛、張開眼睛吃飯的時候、洗澡的時候，都會有人在攻擊你，都會有人在看你。其實這件事情我覺得是非常不符合就是自然常規的。就是以前的社會絕對不會有人需要那麼多的 attention， 但現在大家都想要 attention 的人，既然大家都想要靠 attention 賺錢，但我其實覺得這件事情非常的痛苦，所以也跟大家說不要輕易的嘗試這件事情。因為作為一個 influencer， 就是當你自己得到了很多 attention 的時候，你會上癮。但是 attention 對自己我並不覺得是好的東西，因為當你有那麼多的關注之後，你再多的錢你都買不到隱私。那以前年輕的時候可能會覺得隱私沒有什麼，但是長大你就會覺得啊，能夠有一個能夠躲起來的地方，有一個大家都不認識你的地方，有一個你做什麼都不會被指責，都不會被抨擊，都不會被放大檢視的地方，是非常難得很可貴的。可是對我來說已經很困難了。但我覺得來到美國有改善，所以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怎麼走過這10個年頭。雖然不是說真的很多的粉絲，但是我也經歷過很多的事情，很多人不知道。然後
我怎麼做到的？然後現在內心非常的平穩，非常的強大，然後我還是可以繼續往前往上走。那知道做錯的時候當然還是能改，但是我不會再因為任何人或者是任何的小事情或者是任何的挫折去擊垮我整個人。我之前已經講過自信這件事情，在前個影片，大家回去看。但是呢，我今天想要分享的是，我到底怎麼走來這個10年的。我覺得網絡上一定還是有非常非常多就是更厲害的人，走過20年、30年、40年，所以我現在只能跟大家分享這個10年。我當然不及他們好，大家也可以去聽他們講的，但我就是簡單分享給我自己，還有你們，就是我是怎麼做到的。我覺得在這個10年裡面，我一直以來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一直以來都知道自己要什麼，就是這件事情，我覺得是在整個成長過程或者是整個10年裡面，我從來沒有忘記過的，就是我要我自己喜歡的生活，我要出書，我要自由，我要證明給我的家人看，我可以用我自己的方式成功。我從來沒有忘記過這件事情。我記得我爸媽沒有錯，可是在我剛開始出來就是拍 YouTube 的時候，我爸媽不斷的抨擊我說，為什麼要穿得花裡胡俏的？為什麼不穿個白 T 恤？為什麼不穿個牛仔褲去拍？他們覺得我穿成這樣子才可以成功。然後那時候就很不服氣，我就很生氣，就是一個小女生嘛，一定愛漂亮，所以我那時候就非常不服氣，然後就覺得我一定要穿着這樣成功，就是穿着漂漂亮亮的。我到現在會穿蓬蓬裙去學校，就喜歡嘛。但我一直以來都沒有忘記，就是我要什麼東西。很多人是只會出現一下下的，就是那些恐嚇你的人，那些見不得你好的人，那些想要把你拖下去的人。他們只會出現一下下，他們的生活都過得亂七八糟了，然後每天還要撥時間來關注你一下，就是他們真的只會出現一下下。可是你要的東西是會，一輩子跟着你的。所以我覺得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讓你自己內心非常強大，別人都沒有辦法擊倒你的。第一件事情是你必須知道自己要什麼東西。我並不覺得這是很容易的事情。然後大學的時候，我也不知道我自己要做什麼工作。然後大學的唯一一份實習是在中國信託的法金部門、法人金融部門。然後那時候就覺得讀商學院就是唯一的出路呢，好的出路呢，薪水高的出路呢，就是去銀行工作。所以我大1、大2的時候，你不要看我現在講，大1、大2的時候，我的夢想呢就是去銀行工作，真的，就是我當然會有這個夢想，是因為就是大家的夢想都一樣嘛。然後那時候特別喜歡做投資，我覺得特別有趣。然後那時候覺得，我要去讀財經所，我的碩士要讀財經所，然後之後要去做投資，做 trader，跟我現在超不一樣的。然後這就是我大1、大2的夢想，這樣子。可到之後，我就開始發現這好像不是我要的東西，就是我沒有辦法從賺很多錢這件事情感到快樂。就這件事情是真的，就是我不是一個可以從賺很多錢感到快樂，我必須要去跟小孩子互動，我必須要去教別人，我才能感受到快樂。這個是我恰恰實實知道的事情。所以說，在之後，賺了一點錢之後，就覺得這好像不是我人生在追求的東西。那我是不是要去追求我真的要的東西？那我說過，我從高中就一直知道我自己想要出書，這件事情我從來沒有忘記過。我一直知道我自己要什麼，但是，出書這件事情它有很多的方法。它的方法可能可以是你的文筆真的很好，或者是，你參加什麼文學競賽。我那個時候就一直覺得，我是不是應該去參加文學競賽？因為你參加文學競賽之後，出版社就會看見你嘛。但後來想一想，太麻煩了，那就拍個 YouTube 吧，先拍個 YouTube 開始。結果 YouTube 就紅了，出版社就看見我了。所以是因為這樣子，然後才出了第一本書。可是那個時候其實
說實話，我拍第一支 YouTube 的時候，我真的沒有準備好。雖然說，現在聽起來大家可信可不信，可是我那個時候在拍第一支 YouTube 的時候，我真的是草稿沒寫，腳本沒寫。我連比如說我是講北一女10大讀書方法嘛，我連那10個大點都是邊拍邊寫的，你知道嗎？因為我那個時候10個大點就是我確實知道這些東西很重要，可是我是一個從來不寫稿的人，所以我就是把相機開着，然後燈我也不知道怎麼打，燈我就打了這樣，然後我也不知道打多少，然後麥克風我也不知道，什麼都不知道，然後我就開始錄了3點之後呢，大綱，什麼即時回想，講一講之後就下一點是什麼呢？然後就暫停一下，然後想一下老師資源，我那支影片是這樣錄出來的。然後我那個時候只是一直聽大家說什麼每一次那個看電視的時候，我爸媽都會說那個光打得很強，所以說很吃妝這樣子，所以我的妝上得特別濃。對，我那時候覺得可能會很吃妝吧，所以說呢，我就把妝上得很濃。可是呢，我沒有想到的是，因為我的光根本就沒有在打，我那時候根本不知道光要打多少，知道嗎？然後就隨便開一開，然後隨便把頭髮弄一下，然後把妝上了，然後我就去拍片了。沒錯，第一支影片是這樣出來的。然後第一支影片出來之後，其實我真的沒有看任何人的影片去參考。我其實認真的真的沒有看，我那個時候就是把我的筆記拿出來，然後覺得這個10大點可以分享給大家。其實我那個時候會拍的理由很簡單，我講過，就是因為太多人來私訊我讀書的方法了，所以我那時候覺得好，我不想再回了。我那個時候就有一些 followers 1-2萬吧，在大學的時候，然後很多人問我，然後那時候想說好，不想回了，我就要拍一支影片，然後以後呢，你們一私訊我關於讀書方法的問題的時候，我就要給你們這個自動回復，然後讓你們去看這支影片。所以那個真的這是我當初的想法，就是自動回復，不要再問我了。所有的就是背公式的方法啊，然後讀英文單字的方法啊，然後讀文科讀理科的方法，全部都在這支影片裡面，不要再問我了。我那個時候真的是這樣子想。然後我就拍了，然後就出大事了。然後就想說，好，那是這樣吧，那就授權給那些媒體用嘛，对不對？結果呢，就因為這個妝容啊、光線啊，然後還有就各種我覺得大家都很沒有根據的一些建議，有一些人的建議實在是太刻薄了，然後就上了黑特，上了好多天。比如說，因為我的妝容的關係，但我也知道，就是從那一次之後就學嘛，然後，大家就是合理或理性的發言就聽。我覺得其實，大家能夠留時間下來批評你，我覺得也是給你一種學習，所以我就很虛心的接受。但有一些人講話真的太難聽了，講到就是公然侮辱的部分，我也因為這種事情，就是酸民啊，然後或者是很多這種侮辱誹謗的事情，做過筆錄好幾次。就是在我這10年裡面，我進出警察局也是很多次的事情。然後我記得有一次過年的時候，又不知道誰就是講了真的是很糟糕的話，然後我們就還是先也沒有告別人，但是就是被擋嘛，對不對？然後那個時候去警察局的時候，警察就看到我，他就跟我說：“你知道嗎？我們這邊後面那麼多有錢人，都特別低調。那你幹嘛把自己弄得大家都知道你呢？人盡皆知呢？”對，我那時候確實覺得我不是一個非常非常喜歡曝光的人，就是我真的不太喜歡大家看見我這樣子。但是我那時候覺得不行，但我就是要出這本書。就是我既然拍了第一支影片，然後第一支影片出版社都看見我了，就是因為這樣子，出版社聽到我的想法，聽到我的聲音，然後我的想法是可行的，我的想法是大家都可以去參考跟試用的，那我還是要得到我要的東西。我知道YouTube 可能會帶來很多我不想要的東西，可是那些不想要的東西是因為我沒有預期過，
然後在做很多事情的時候，其實我們會覺得很痛苦，會覺得很 panic， 是因為我們沒有預期過那些不好的事情會發生，我們沒有預期過那些酸民會出現，我們沒有預期過那些惡言會相向。但是等到你把這些事情也預期在你自己的心裡，就是我確實會得到好處，我確實會得到 attention， 但是在 attention 之外，我還是會得到很多的 critic， 我還是會得到很多的 hate。我把這些事情都算在我自己的 plan 之後，那這些酸民，那這些批評，就在我的計劃之內啊，它本來就應該出現，它在我的計劃之內，所有的酸民的出現都在我的計劃跟掌控之中。我現在是這樣子來看待的。如果完全沒有酸民跟就是不喜歡我的人的話，那就表示沒有喜歡我的人，就表示我做人太中庸了，然後表示我這個人太牆頭草，就是變成說大家都喜歡，但是不是其實我並沒有真的自己的想法呢？所以我覺得現在呢，把酸民、把惡言規劃在我的整個規劃裡面呢，是我坦然接受的，然後我非常的就是對把他们視為非常自然的事情。我想要在如何面對討厭自己的人跟如何面對批評這件事情，我想要放在會員影片，是這部影片的延伸，就是如何面對跟討厭自己的人，還有如何虛心的接受那些批評跟指教，並且從裡面學習這件事情，我想要延伸的放在會員影片裡面。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覺得你要的東西你要自己知道，第二件事情就是我有什麼東西我自己也知道。很多人在批評你的時候啊，他們會一竿子的把你所有整個人打翻，就是很多人會說對事不對人，但是很多人還是對人。但你要知道，在網絡上的人都是非常 average 的，就是你要知道你不可能在網絡上找到道德非常好的、智商非常好的、所有事情都非常完美的人，就是我們不會在網絡上留言，這太浪費自己的時間了，你知道嗎？所以說，會在網絡上浪費時間去抨擊別人的人，通常都是 below average 的，就是實話實說，就是生活過得沒有特別好的人，才會不斷的在網絡上抨擊別人。但我不是說你今天留言一個就是錯，而是不斷的浪費時間在上面，只為了抨擊別人的人。但我一直以來都知道自己要什麼，比如說他們會說你不漂亮，對，我確實不漂亮，但我覺得我有我自己的氣質。這些氣質來自於我所有讀過的書，從小到大讀過的書。這件事情是你沒有辦法去否認的，你沒有辦法去忽略的。就算你覺得我沒有你喜歡的氣質，但我有我覺得的氣質，懂我意思嗎？所以我很知道自己有什麼東西。這件事情就會讓我免除於當一個人在批評我的人的時候，就是做人身攻擊的時候，我可以很明確的知道自己其實我有這些東西，不會因為你就是講一句話，我這些東西就沒有；不會因為你一句說我不漂亮，我就真的醜到翻天，我就真的要去整形；不會一句話說你說我胖了，我就真的要努力減肥。就是沒有必要讓這些人去掌握我的人生。所以說，我覺得第二件事情就是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自己到底有什麼東西。比如說，很多人會覺得，很多人能比較的東西其實都只有表面上的，就是大家在講有什麼東西的時候，其實很多人只能說的是表面上的東西。好比說你有不有錢，好比說你漂不漂亮，好比說你高不高。但是當別人說我很窮的時候，我會知道其實我有一個非常對我好的爸媽，還有一個跟我很不一樣，但是其實很善良的妹妹。然後我現在有一個對我超級好的男朋友。我覺得這些東西你沒有辦法放在很多東西上比較，就是人生要比較的東西太多了。然後如果有100個選項的話，我可能贏你50個，你可能贏我50個。你可能贏的我的那50個都是講得出來的東西，我贏你的那50個可能都不是我講得出來的東西。好比說領導力我可能比你好，學習能力我可能比你好，愛我可能比你多。可是你可能有錢、有漂亮、有身材、有身高，這些東西比較 obvious，
但是這些東西就會比較 soft， 就很難去比較。所以說，人生要比較，真的是比較不完。但是知道自己有什麼，也不是說這個在安慰自己，是真的很切實的知道自己有什麼。我覺得這件事情很重要，也會就是免於就是當別人在抨擊你那個弱處的時候，你會因為那個弱處就是被擊倒，就有點像是，那是一個玻璃嘛，就是你們記得我們小時候在做那個 chemical 的那個，就是化學實驗的時候，有一些玻璃管啊，你在敲某一個地方的時候，它就會整個碎掉。但有一些地方你在敲的時候，它其實就不會碎掉。就它有一些地方是非常非常脆弱的，那你不要因為別人敲你那個脆弱的地方，你就整個碎掉嘛，對不對？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在你知道你自己要什麼之後，你要知道自己有什麼。那有什麼你也會知道自己沒有什麼。那這樣子就會讓你自己比較很穩的知道自己是一個怎麼樣子的人。別人在批評你的時候，你就不會就是被別人帶着走這樣子。我自己聽過一些真的很糟糕的話，我到現在都記得。我覺得那些人，他們可能不知道他們的話可能會讓我記得一輩子。所以我覺得大家，不要太輕易的去抨擊或者是攻擊一個人，就是其實跟你無冤無仇。我那個時候網絡上攻擊我的人，其實都跟我無冤無仇啊，對不對？那不要太輕易的去用很糟糕的言語去傷害一個人，因為那個人真的會記得一輩子。像我自己就真的記得一輩子，然後我也沒有辦法說什麼，對不對？就只能就是作為一個養分，然後作為一個成長的經歷，然後試着在以後能不能忘記，然後期待他們能夠成長，然後在以後不要再對別人做出對我一樣的事情，因為有一些話我很不希望他們再講給別人聽。好，第三件事情呢，就是在你知道你自己要什麼，知道自己有什麼之後，其實我已經講了大半了，就是你要明確的知道自己需要在意的是什麼。我前面已經講了，就是你到底要在意怎麼樣子的人給你的批評與指教，你到底要怎麼樣去，在意就是所有的人都給你的話，就是其實我們最主要的還是我在自信的那個影片有講過，就很重要的，你還是要把自己的這個 circle 畫出來，就是你想要在意的人跟這個圈圈裡外面的人，誰是你不需要在意的，誰是就是來看你兩眼然後就離開的人，你們需要知道。就很多人其實就是看了你的影片好了，比如说以我來說，看了我的影片5秒，然後就說了一些評論。但這個真的很沒有根據，就是5秒這件事情真的很沒有根據，所以說，你需要去就是知道自己需要在意的多少，然後我覺得這個也是我內心非常非常平穩的一個方法，因為現在對我來說，我常常打電話給我爸媽，然後跟他們說我壓力好大，我跟他們說我在美國好辛苦，我跟他們說這個文化語言的事情真的是讓我非常非常的痛苦，他們就會跟我說，你現在只要在意的就是你的學業，然後畢業就好。然後呢，在意你的家人跟你男朋友，這樣就好，其他事情都不需要在意。我覺得這是真的，就是你不，其實講的更多的就是，其實你也不需要去在意別人現在在狂歡什麼，你也不需要去在意今天又是誰生日，你也不需要去在意，今天紐約有什麼活動，你也不需要去在意。什麼時候呢？你可以去滑雪，因為很多事情會自然而然的到來。如果你在意太多的事情的話，其實就會讓你自己的內心非常的不平穩。就像我為什麼會非常的鼓勵大家把社群媒體刪一刪，把那些不重要的人就是 unfollow 掉、mute 掉，就是因為你在意的人太多，你關注的 influencer 太多的時候，其實這都會大大的就是讓你非常的 distract， 就是讓你非常非常的容易分心，你沒有辦法就是專注在自己真的想要專注的事情上面。所以我覺得還是要
把自己的這個心啊收起來，因為我覺得現在這個社群媒體的關係，讓大家的心都飄得太遠了。就好比說，我現在可以知道哦，在意大利大家在幹嘛，然後在北海道大家在幹嘛，在洛杉磯大家在幹嘛，在紐約大家在幹嘛。可是真的是太多了。然後如果說我每一天不斷的在關注這些事情的話，其實就會讓我整個人非常非常的分心。對，所以說。晉級這些人，就是比如說什麼人你想要接觸，什麼人你想要 care，什麼人你想要在乎，遠到就是這些新聞啊，然後這些小新聞啊，這些 celebrity 做了什麼啊，這些 influencer 做了什麼啊，這些你的朋友去了哪裡啊，這些你的家人吃了什麼飯呢？什麼東西是你真的要在意的？這個是我覺得把自己的心啊，就是那個有點像是。我們現在這個觸角呢，伸出去這些 information， 然後把這些觸角收回來，只關心這邊的人，有沒有很有視覺感？只關心這邊的人的時候，你就會覺得你的內心非常非常的平穩，然後你就比較不會因為就是外面的事情呢，去讓你整個內心很動盪。好，接下來呢，第4件事情就是。我覺得讓自己內心平穩的方法有一個，其實很多觀念是很像的，但是你要讓你自己的世界有跡可循。這件事情是我在上個禮拜的 Instagram 的文章裡面寫的嗎？我有把它 po 出來嗎？就是我覺得我突然意識到啊，我要讓我自己的世界有跡可循，這樣子我才可以很平靜。為什麼會寫到這件事情呢？就是我發現啊。我在我難過的時候，我真的只能循環播放一首歌，然後我就在想，為什麼呢？為什麼我沒有辦法聽很多首歌呢？為什麼我只能 randomly 的就是 choose 一個歌，然後一直的聽呢？然後後來想了一下，就發現啊，因為我沒有辦法就是當我今天真的很難過的時候，我沒有辦法去接收太多的刺激，就我沒有辦法。你跟我說下一首歌是什麼，其實就是隨機播放這件事情，就是你不知道下一首歌會出現什麼嘛？你不知道下一首歌是慢歌、快歌、英文歌、韓文歌、中文歌，你不知道嗎？那我沒有辦法接受這樣子的刺激，所以我只能循環播上一首歌，到我整個人真的好起來。所以說我那個時候就發現啊，如果要讓我自己內心平穩的話，如果要讓我自己整個人 calm down 的話，我最重要在做的事情就是讓我自己的世界有跡可循，讓我自己的世界有一個 pattern， 我可以知道現在要發生什麼事情，下一首歌是什麼。所以當我只循環播放一首歌的時候呢，其實我就會知道啊，我下一首歌還是這樣子，然後下一首歌的歌詞是什麼，下一首歌的旋律是什麼，然後可以讓自己很平穩的在這個 tempo 裡面，然後這個 pattern 裡面，然後去想我想要的事情。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廣及所有的習慣，就是如果你要讓自己的內心平穩的話，就像我現在，我每一天吃的東西其實是大同小異的。但我最近在想這件事情到底對不對？就是我最近所有在吃的東西是讓我自己有一個規律可以循的，就是我不會期待說哦，禮拜五要去吃大餐，我不會期待說我禮拜六就要去吃一個好吃的，我不會期待說我禮拜天就要去花多少的錢吃飯。我每一天吃的飯都是有跡可循的，就是大概是這樣子的東西。然後我每一天要喝比如說我每天早上現在就是，比如說我8點起床，我今天6點起床。然後拍片的話6點起床，我8點起床，自然就起了。然後第一件事情，我就會去把咖啡機按下。咖啡機按下之後呢，刷牙、洗臉，然後把食物給我家的貓吃。然後呢，它吃完後，我就會開始吃 oatmeal， 然後配我的咖啡，然後呢開始工作。到11點多、12點的時候呢，就開始吃沙拉，然後弄一點雞肉啊，弄一點 protein， 然後再打一個 smoothie。然後到下午的時候呢，就開始上法文課，或者去學校上課。然後睡前呢，就去健身房。健身房回來以後呢，再喝一杯蛋白粉，然後去洗澡，然後睡覺。我每一天的生活是非常非常非常有一個 routine 的。我每一天的生活是會
是非常有一個 pattern 可以循的，所以這樣子就會讓我整個人非常非常的平靜。廣集，比如說你今天你最近跟哪一些人相處，或者是說，你今天要認識怎麼樣子的朋友，就是我知道很多人就是生來比較容易去很外向，然後每一天需要不同的樂子。但如果說你比較貼近於我，就是希望人生有一些 pattern 的話，其實如果說你每一天都去 party， 你每天都去喝酒，每天都去認識新的人，其實會真的浪費你很多很多的 energy。所以說，所有事情都是一樣的，就是讓自己的世界有跡可循。比如說，我今天這學期就是想認識5個人，好，那就認識5個人。那我不用每一天都去認識一個人。我記得，我非常印象深刻。我第一次認識 Tiffany 的時候，在 orientation 的時候，他坐在我旁邊，然後他就說他今天的目標就是認識一位新同學。我非常的驚訝，因為他讓自己的世界非常非常的規律，然後知道自己要做什麼，知道自己會做什麼，知道自己要做什麼跟自己會做什麼，然後最後會變成怎麼樣子，是一件非常非常有 power 的事情。就是他很知道自己要什麼，然後要了這個東西之後，他很知道在今天結束之後，他會變成怎麼樣子，他會多一個朋友，他會多一個 followers， 他會多一個他的粉絲，對不對？所以說這樣子就會讓你的內心非常非常的平靜。所以我覺得第4件事情呢，很重要的就是讓自己的世界有跡可循。然後我覺得這件事情是從各個方面都可以去，我們可以去調整自己的生活的方式，好比說你的作息、你吃的東西，然後你相處的人，你會看的 Netflix， 你會看電影的頻率。當然也不是說讓自己的生活一成不變，而是我可以預期到我每一天，或者是下一個月，或者是1年之後，我的人生大概會是什麼樣子。我覺得這件事情會很大幅度的幫助你的內心找到平靜感。如果說像我以前那樣，我以前是一個完全不 plan 的人，然後我根本不知道我1個月後會在哪裡，因為我其實本來的計劃是，我沒有計劃，我就是 Angela 打電話給我說，你要不要來哈佛或者是哥大讀書？我說好，我就來了。然後其實我本來的沒有任何計劃，所以我也不知道我畢業後要幹嘛。我甚至就覺得，如果說美國我不喜歡的話，那我就收書包，然後2年後回台灣，然後存個錢，再存個2年，然後再去歐洲讀書。就是我的人生是沒有計劃，所以我永遠不知道我下一個年度會在哪裡，我完全不知道我明年會在哪裡跨年，我完全不知道我明年會在哪裡過聖誕節或者過生日。可這件事情就會讓我的心裡很不平靜，因為我完全沒有辦法預期我的人生會變成什麼樣子。有些時候循環播放一首歌也是一件很平靜，然後很有規律的事情。有些時候每天吃一樣的東西，吃一樣的早餐，也是一件很平靜、生活很有節奏的事情。每天跟一樣的人吃飯，每一天跟一樣的人相處，每一天跟一樣的人吵架，其實也是一種很平靜、很美好的事情。講到這件事情，我記得上個禮拜我聽到一個男生講說，他已經習慣他每天要跟不同女生一起回家了，就是他每天要帶不同女生回家。然後他已經34、35歲了嗎？可是他說他已經沒有辦法改這個習慣，就是他已經上癮了，就是他沒有辦法非常忠心的愛一個人，真誠的愛一個人，然後他必須要每一天都有新的刺激。我其實沒有在說這件事情錯，就是所有的法律啊、婚姻啊、一夫一妻制啊，其實都是人類定下來的標準嘛。所以說其實我並沒有在完全的否認它是錯的，只是當你自己習慣了那麼多的刺激，就是你每一天的生活都要新鮮感的時候，你可以把這個新鮮感作為一種 pattern 沒有錯，可是最大的問題是它也在老。2年後、3年後，我並不覺得他可以再約到一樣年輕漂亮的女生，除非他真的很有錢。但是你要讓自己很有錢，然後要保持一定的氣質、帥氣，
然後每天讓你再是找到不同的女生讓你帶回家，我覺得這件事情非常的不容易。然後我覺得你選擇這樣子的人生會比較有風險。然後如果說今天這個女生讓你不開心，這個女生偷了你的東西，這個女生打小報告，這女生在網上講你壞話，其實你的人生會有很多的風險，會讓你不平靜。因為他上次就約到了一個女生，然後他可能惹那個女生不開心，我覺得是男生的錯。然後那個女生就把他的壞話跟其他的女生講，結果好死不死，大家都認識。然後就變成說，這個男生的名聲就變得很差。所以說，你為什麼要讓你的人生有那麼多的風險呢？風險就會讓你的人生非常的不平靜。但我不是說他絕對的不好，我沒有說他選擇錯，只是我會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有風險的選擇。最後一件事情就是如何面對不喜歡你的人、不喜歡我的人，還有如何面對那些批評。我前面已經講了很多，但是這個第5點呢，我前面1、2、3、4點的時候都有帶到，但是我想要把這個第5點呢單獨拉出去，去在會員裡面講我是怎麼就是面對不喜歡我的人，還有面對所有外界的批評的。然後我覺得這件事情是一個很大的 topics， 就是你要怎麼去解讀不喜歡你的人。當這些喜歡你的人越多，討厭我的人也越多，那我要怎麼去篩選出誰好像是真的為我好，講的話是真的可以聽的，然後誰其實就只是想要拉我下去。這件事情我想要在會員影片裡面講。好，那我之前有講過，因為我不太喜歡接業配，然後我也不太喜歡搞一大堆奇奇怪怪的東西，所以說我覺得放在會員影片裡面，就是讓真的更多更想要的人，或者是想要支持我一點點的人，就是1個月1、2塊嘛，支持我一點點的人可以聽到就是所有 topic 的延伸，然後所有的 topic 我就會講一個更延伸的一個主題在會員影片裡面，然後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大家可以去聽。然後今天的影片希望有幫助到你們，就是我覺得內心的平靜是很重要的，就是我永遠覺得我人生要追求的就是 peaceful， 完完全全的 peaceful。然後覺得這件事情大家可以思考看看，然後這也是我10年怎麼做到現在這樣，還是不斷可以往上爬，從來沒有掉下來過的方法，然後分享給你們。然後我們下次再見，拜拜。